这封信函设下了很厉害的禁止，只有楚风气息能够开启，其他人若是尝试开启，这封信函将会毁掉。这封信函布置者连武者商会会长都并非绝对信任。楚风接过信函，以气息开启，禁制解除后，2缕气息顺着楚风掌心涌入。这2缕气息很熟悉，乃是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的气息。感受到这2缕气息，楚风悬着的心便落下了不少。将其拆开，而看到那行字迹，悬着的心又落下了一些。楚风兄弟，我与家人皆安然，不要担心，自己保重，务必保重。这是仙海少羽留给楚风的，而那进入楚风体内的气息，同样也是在向楚风传递。他们兄妹没事。前辈，是何人交给你的这封信函？楚风问。是仙海鱼族的长老送来的，他当时也是受了一些伤，虽然没有危及生命，但也绝非轻伤。至于时间，是在仙海鱼族出事以后。仙海鱼族这次当真损失惨重，怕是动了根基。至于我说的事，相信你也听说了吧？武者商会会长道。除了这封信函，那位长老可有说什么？楚风问。什么都没说。其实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何人攻击了仙海鱼族，但仙海鱼族的长老却说我知道了没好处，神神秘秘的，这不连信函都是只有你能开启的，好像生怕我会泄密一样。武者商会会长有些埋怨，他自认为与仙海鱼族还是有些交情的，可现在仙海鱼族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却什么信息都不向他透露，就连什么人做的都不肯说，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外人。楚风，信上写的什么？武者商会会长还是好奇看向楚风，其实他的修为大可以自己感应，不用正面看也能感应到信上内容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嘴上埋怨，可行动上还是尊重仙海鱼族以及楚风的决定。若是楚风肯告诉他最好，不肯的话，他其实也不介意，只是报了平安。楚风并未隐瞒，将信函递给了武者商会会长。楚风觉得信上的内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2缕气息。那2缕气息的确能够让楚风确定，仙海少羽以及仙海鱼儿至少是没有什么事，生命是平稳的。武者商会会长看了一眼，将信函递还给楚风。总之他们没事就好，他其实也不计较仙海鱼族是否信任，既然有交情，自然也是最关心仙海鱼族的安危。他其实在得知仙海鱼族遇袭的第一时间，就去仙海鱼族的分部了。那样的场景，仙海鱼族必然损失惨重，但若是顶尖战力以及优秀后辈还活着，那日后自然也能重振旗鼓。楚风将信函收了起来。关于仙海鱼族，他最担心的就是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，只要他们2个安然，那楚风便放心不少，也不会对这件事过多的调查，毕竟他的能力确实有限。楚风，既然他们没事，那么仙海鱼族的事你先不要过多参与，虽不知是何人所为，但现在那样的对手不是你能够对付的。我想你的好友也是了解你的脾气，所以才特意给你传递消息，让你自己保重。当然可能他们也想自己解决，毕竟那是他们的恩怨。武者商会会长说道。放心吧前辈，我又不是傻子，送死的事我不会做的。楚风笑了笑，确实不傻，但也没那么聪明。总之你有分寸就好。另外神之时代要开启了，你应该也观察到了吧？武者商会会长问。楚风点头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武者商会会长又问。想去。楚风道。我就知道。武者商会会长略感无奈。前辈你想去吗？楚风问。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喜欢凑这种热闹，何况神之时代这么大的事，7界圣府和远古那些势力必然都会参与，我觉得我就算去了也捞不到什么好处，所以你要去我不拦着，但休想拉我下水。武者商会会长道。我就是问问。楚风尴尬的笑了笑，其实若是可以，他还真想让武者商会会长与自己同行。他能感觉到武者商会会长的实力其实很强，但既然对方不想去，楚风自然不能强行拉着。其实我真想劝你留下来和紫菱安心修炼，但人和人的路不一样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你小子就喜欢在刀尖上行走。不过最顶尖的强者其实都走这条路，毕竟富贵险中求嘛，所以神之时代的事我也不劝你。总之量力而行，若是讨不到好处，趁早离开那里。你现在要争，确实争不过他们，但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长着呢。武者商会会长道。前辈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楚风龇牙笑道。行，那你们小两口聊。武者商会会长此话说完便消失不见。楚风转头看向紫菱，什么时候动身？紫菱问。怕错过先机，可能要早点走。楚风道。紫菱靠近楚风，整理了一下楚风的衣衫，抬头温柔的道。想走就走，不要有负担，我就在这等你。紫菱的眼中满是信任，她相信楚风能够安然归来，可楚风却看出其眼中的信任乃是装的。紫菱其实很担心楚风，这也正常，毕竟关于神之时代他有所耳闻，况且武者商会会长也说了，界天然以及远古种族都会去神之时代，恐将会是浩瀚修武界最凶险的地方。可明明担心却不表现出来，自然是害怕楚风有负担有顾虑。紫菱的懂事让楚风心疼，于是一把将近在眼前的紫菱拥抱入怀中，紫菱的小手也顺势抱住楚风。若是可以，他真想让楚风留下，只是他不能。一起努力，总有一日我们可以享受安宁。楚风道。紫菱也乖巧应下。随后楚风便离开此地，准备向7界天河行去，但动身前
楚风拿出一张古老的符纸，注入一些信息后，便直接捏碎。那是图腾9道分别遣给他的，可以通过此符传递消息。神之时代开启，必将高手云集，除非真的小辈有特权，否则以他目前的修为，去捡破烂都捡不到好的。因此，他需要帮手，而图腾9道是目前他所能找到最好的帮手。